我们如何避免日本失去的30年？中国一定要做出正确的应对决策，因为这可能是中国几十年来达到第一世界生活水平的最后一次机会。大家好，我是葛龙，谈古论今，侃天侃地。我们今天聚焦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话题：我们会不会步日本失去的30年的后尘？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顾朝明6月27号在香港东吴证券的策略会上面做了一个报告。报告的题目叫 China Facing Globalization Risks。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当下中国面对的挑战可能比1990年日本泡沫破灭的时候更严重、更大。他报告里有一句话特别的引人注意，他说中国一定要做出正确的应对决策，因为这可能是中国几十年来达到第一世界生活水平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广场协议是1985年签署的，日本的泡沫也就是从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开始的，然后到90年开始泡沫破灭。所以顾朝明他是完整经历了日本的整个泡沫的形成和破灭的全过程。他出了一本书叫《大衰退》，算是研究日本失去的30年的最权威的一本书。所以这就为什么说顾朝明的这份报告呢这么引人关注。现在的我们和日本90年代看起来确实很像啊，都是房地产泡沫，都是人口老龄化，都是本币弱势，美元强势。日本战后40年经济增长了52倍，中国改开40年经济增长了50倍。日本1990年泡沫破灭的时候，城镇化率是60%，中国2022年是65%。90年的时候，日本的宏观杠杆率277%，中国2022年281.8%。之后日本发生了什么呢？你们可以看这张图，日本整个失去了所谓的20年，或者说叫30年，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整整一代的人的时间在消化泡沫啊！在此期间20年的时间，日本的股市从最高4万点一直跌到7000点，跌了80%。楼市跌幅小一点，但是呢也跌掉了50%。那么当下的我们和日本相比又有哪些异同呢？宏观杠杆率、居民杠杆率都差不多，但有几个明显的不同。那么当下的我们和日本相比又有哪些异同呢？第一，我们的楼市的泡沫程度远比日本严重。房地产占居民总资产的比重，日本在1990年的时候是55%，中国是69%。日本当年的房价收入比20，我们是96.7，工作96.7年才能买一套房。第二，我们的人口形势比日本要严峻得多。90年的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到整个人口的比重12.4%。我们呢14.9%。日本当年的总和生育率1.54，我们现在最新的数据多少呢？1.07。日本的人口什么时候开始减少呢？2009年，这已经是在1990年泡沫之后19年之后了。中国呢是在2022年就已经开始了人口的负增长。在1990年的时候，日本的7年的失业率是多少呢？4.3%。中国现在是多少呢？20.8%。所以我们的人口形势比当年的日本要严峻得多。第三不同就是在地缘政治形势上面，因为日本当年已经是一个全面融入西方的机器发达国家，而我们现在是受到了全面西方的围堵。第四条最核心的一条差异就是日本在90年泡沫破灭的时候，人均 GDP 2.5万美金，这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呢1.28万美金，还不到全球平均值，我们尚未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算是未富先老。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占优的指标啊。第一，我们的股市的泡沫要低不少。日本当年在1990年的时候，它的股市市值占到 GDP 的比重144%，我们现在是多少呢？77%。第二个占有的指标，我们的政府的杠杆率比当年日本要低了差不多20个百分点。在经济衰退过程中的腾挪空间，我们的政府要大得多。如何避免重蹈日本失去的30年的覆辙呢？日本的失去的30年的本质还是资产价格过快过速的大幅度的下行，这会导致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都被捅漏。企业和居民会被迫缩减它的开支和消费，所以导致整个经济体会因为个体的缩表而整个经济体被动萎缩。
所以换句话说，是经济个体缩表在前，才引致后面的整个经济的全面坍塌。假设这一次我们的经济的下行是一次撤退，那我们也应该做到是一种抵抗式的撤退，核心就是保护和修复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核心的资产的价格一定不能快速的大幅度的下行，一定要人为干预，让资本价格逐步回到与其融资成本、与其的回报率相匹配的位置，以时间换空间，消化泡沫，这是保护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关键。简而言之就是：第一，房价可以跌，但绝不能快速的大幅度下跌，必须人为干涉。第二，房地产商必须救，底线式的救啊，让它可以做正常的开发和交楼。第三，房贷利率一定要同步下调。对政府而言，这是左口袋倒右口袋，短期牺牲银行利益，但是你托底居民的资产负债表，从而避免整个经济被一个又一个的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暴雷而恶性循环拖下泥潭。第二个呢是修复资产负债表，让它不要现金断流。怎么做？其实并不复杂啊，大幅度增加居民在 GDP 分配中的比重就好了。我们中国现在大概在37到38之间，而发达国家呢一般都在50%以上。至于普通个体，我给出的应对建议就比较简单了，做到2点：第一，更严峻一些预估这场经济调整的幅度和时间周期，不要抱侥幸心理；第二，谨慎扩张，谨慎投资，谨慎持有资产。我是格龙，关注我，我们一起提高认知，不做韭菜，不被收割。